新固法师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是真正的大善人。高雄市几乎所有的道场，那时候道场没有现在多了，他都去帮忙，他都去呢做义工，他出钱跟出力。感谢台南谢觉安居士、高雄黄草玉琴女士、台南戴文忠先生赞助菩提麻瓜。那感谢各位的斗内赞助，让我们节目能走得更长远，也能为各位提供更好的内容。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新固法师。那照惯例我们这个法师系列都会先讲一段这个法师的历程，但是呢，因为这位新固法师他网络上能查到的资料真的是不多，所以呢，我大概讲一下，新固法师是高雄澄清寺的那个住持，应该说他是新固法师是创立高雄澄清寺的法师的创办人，对对对，他是高雄市我们佛教叫开山开山的祖师，开山祖师。对，那他就是在高雄的澄清湖畔的澄清寺，这样澄清寺的现任住持是宗道法师。那这位新固法师的一生也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对，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让林老师来聊聊这位新固法师啊，毕竟林老师有跟新固法师有些交流渊源过嘛。好，那老师第一次遇到新固法师是什么样的契机呢？刚刚呢，我听这个阿若他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新固法师他留下来的，比如说在网络上的这些资料并不多，没错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访谈呢，可能可以提供一些呢，比较关心新固法师的是比如说怀念他的，他们呢可以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频。新固法师呢，如果说论渊源呢，那真的是非常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邻居。这么早？我住在七贤二路，新固法师他们呢是在自强路跟七贤二路的三角窗就交界三角窗。他们家呢是开这个黑瓦工厂的。那我小时候就常常呢到他们家呢附近去玩。我就记得他们家呢养那种狼狗，非常漂亮的，还有那个牧羊犬。那个年代养这么对，那品种的牧羊犬不是那个喜乐蒂小型，它是那个大型的。所以我跟他的孩子好像叫文良了，他们都熟啊。那我常常呢听我妈呢这样说呢，这个新固法师他们家呢，为什么后来呢开工厂好像很富有的样子。那呢这个有一个小的是传说啦。我妈呢从小的常常说，她说呢本来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就是不是很有钱。但他这个孩子，他的老大了叫文良，他呢去买了爱国奖券。爱国奖券那个时代就现在的乐透一样了。国民政府呢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就发行那个爱国奖券。是，那他就中了第一特奖20万，中乐透。那时候20万非常大了。大概譬如说现在的几千万2-3千万了。这样子啊。所以呢他那时候孩子呢就这么叫说，妈，我中奖了，我中奖了。那时候呢新固法师还没有出家，他说中奖了，你不要那么乱说了。就是以为说他是在开玩笑的。后来呢知道他孩子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中奖了，他反而说，嘘，小声一点，小声一点，才不露白。不要说啊，这样子。那么新固法师呢，那时候我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30几岁对，新固法师是女生对，他比我大概大38岁左右。是，所以呢我那时候10来岁12、13岁的时候，在他们家这样呢走走动动出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大概是50岁左右。那么呢去那边呢，当然有时候他会拿东西来给我吃。那么我们跟他们家人算熟可以讲，因为邻居的关系。这是
我童年就认识了新固法师了。还有一点，我跟他呢拜同样的师父，跟新固法师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他呢跟我一样，不过他是40多岁拜快50岁了拜那个星云法师，我呢是12岁拜星云法师。所以他晚年的时候，我常跟他开玩笑，你是我的师姐我是你的师弟但呢他出家了以后，我就不敢这样讲了，他还是我的师父了，因为他出家了。这个呢算是一个典故了那是成年的，都几十年前了。那么这中间呢，后来他出家了。他出家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知道他确切的时间。那等到我又遇到他的时候呢，那就是呢，我29岁的时候呢，气胸就是肺泡破了。那是我妈就说呢，你应该每天呢都到澄清湖去转一圈。那呢，真的我就呢，大概开头的时候就天天去走路。那时候澄清寺呢，它就在澄清湖里面。现在呢，政府把它呢划分出来了，就是呢，澄清寺现在不在澄清湖的园区里面了，现在呢把那条马路呢变成了大家都可以走的马路。中间有隔开就对，以前澄清寺是在澄清湖的管制里面，你要进去你要买票的，除非你要跟他讲说我要到澄清寺去拜佛，这样可以免费。这是一个秘密，那个时候了，要不然大家呢，那些游客都说我要到澄清湖去拜佛，其实都不是真去拜佛，那怎么行呢？只是一个借口对，现在可以讲了。那么呢，我上步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气胸，就是精神有点沮丧，就怕说呢活不久了。那么呢，我呢记得我走了第4次的时候，突然间那时候我走路都低着头了，你都不看的。那到了第4次的时候，发现看到那个澄清寺的山门就是那个牌楼了。澄清寺，我就走进去了。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就看到了新固法师，他一眼就认得我呢。我就奇怪了，我难道呢没有长得比较潇洒一点吗？我20岁的时候，还跟他常见面。到了我29岁，那大概有10年中间我没有见到他。在那个地方，他知道我呢，生病了，所以他很慈悲。他说来，他就拉到那个佛堂呢，帮我在那边呢念佛希望说呢我早日康复。那么在那个园区里边呢，我就看到另外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这是谁呢？现在的阮仲和医院的妈妈。综合医院的妈妈，对，也是创办医院吗？对，就是阮仲和医生他的妈妈了。他因为有一点好像，我现在记起来，好像就是不容易入睡所以可能去那边呢稍微小住几天，或是呢也去拜访那个新固法师这样子。所以我在那边呢就跟这个阮仲和的这个妈妈呢也聊得很愉快。我记得他呢，我在跟他谈佛法的时候，这位慈祥的老太太她也很欢喜她就说呢，竟然说呢，你来帮我讲解心经或者金刚经。那时候我在想，我呢刚刚呢大病一场，那么呢我呢就想我的自身难保了，我还帮你讲金刚经吗？所以我一直就没有答应但是在那边也结下了很好的一段姻缘了那么后来有几天呢，我大概每2、3天经过那儿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到澄清寺里边，那么有时候就在那个澄清寺里面的用餐。我记得那时候的澄清寺呢规模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对，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会经过澄清湖，也会经过看到澄清寺。他现在那个庭园楼阁了还有那个祠堂很气派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以前的澄清寺呢稍微规模小一点。那么讲到澄清寺的这个建筑，我也知道呢，从我妈那边听来的一段非常的值得以后要为新固法师他每篇说写一个小传的人做参考。新固法师还没有出家以前，他是真正的大善人。
高雄市几乎所有的道场，那时候道场没有现在多了，他都去帮忙，他都去呢做义工，他出钱跟出力。新固法师他呢还曾经当选高雄市第1届的模范母亲。模范母亲，可见他是教子有方呢。他现在孩子有的在巴西的，有在日本，有在美国了。那么他教子有方，那么当选这个模范母亲，他人就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那么呢，他后来自己看透人生，他自己想要出家了，他就想在澄清湖那边呢，就是创建这个澄清寺。可是那时候他可能不是很有钱，也不一定呢。所以呢，筚路蓝缕了。那么呢，他就慢慢的建，常常呢建到，譬如说建到了这儿，哇，水泥不够了。可是呢，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现在缺水泥呢，譬如缺100包，明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呢？怎么样？外面就有呢超过100包，比如说200、300包的水泥摆在那。这新固法师呢亲自告诉我的。那么呢，他呢钢筋呢不够了，对不对？第2天早上就有人加倍的用那个大卡车筋印在那个前面呢，钢筋也不愁了。新固法师呢他自己很客气，他讲说呢，这些佛教的护法金刚啊，真是呢太照顾我了。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新固法师没有出家以前，他为高雄市的很多的道场出钱出力，都是他们报恩来的，对不对？这些人就是澄清寺的护法金刚。这是新固师父这样讲，我听了以后我常讲佛教里面的种因，种这样的因就会得这样的果，真的是因果一点呢都不会差错的。对，澄清寺呢，在建造的时候，就是呢，在困难之中，对不对？手头可能不是很充裕，但是它就很顺利的建成了。好。高雄澄清湖畔的那个澄清寺是1964年建造的。那据说新固法师还有到美国去建立澄清寺吗？是，我美国那个澄清寺呢，我也算熟，也去过了好几次。它是建在在洛杉矶，应该是大洛杉矶里边。那个我40岁的时候，我孩子他们呢移民到美国，所以我就有因缘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呢，超过100遍。来回。那么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呢，澄清寺呢在美国也创建了同名同姓的一个道场。对。直到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那边传过来的声音，他说呢，邻居是生病，他小时候我爱的新姑叔啦，新姑叔，他说我在美国呢，我说你在美国在哪里？澄清寺，我说你什么人在美国？那么呢，你又在高雄的澄清寺？他哈哈大笑，他说。不是啦，我现在就在美国的澄清寺。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这次消息也不灵通了那么他接下来他说，我想请你来我们美国这个澄清寺呢，给我呢这个稍微呢跟信徒们开示。我说开示我不敢，他说你来跟他们讲讲话，讲故事啊。原来呢，我每一年都是暑假才有时间去，所以暑假那时候刚好有观世音菩萨的法会。他爸从那里知道我每一年暑假都会去，所以呢，从那一次以后每一年的暑假他都会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快到了，我大概都是7月4号美国的国庆那时候抵达美国的。那么呢，我呢就带2个小孩呢前去。我每一次去，他都非常的高兴。每次我要走的时候呢，我2个小孩他会塞给他们的红包。那时候我比较穷，那么呢，他还送我好多的礼物。他呢曾经请现在的那个澄清寺的高雄这个澄清寺的住持中道法师他开车，他是他的大徒弟了。
载着新固法师，还载着我，还载我2个小孩，到哪里呢？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好事多，美国的好事多呢，他当初呢经营的理念是说呢，就是整批的，他不零售的，比如说一打一打这样卖的，就卖很大分所以呢，那个新固法师呢，他就给我维他命的E，我记得了哈，还有 B 群，一买就是24打1箱，所以我回来呢，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呢，分享我好多的好朋友。那么呢，他非常的慷慨，他真的是没有话说了。星云法师呢，在他的日记里面就提到，说佛光山呢要成立西来大学的时候，新固法师二话不说，马上呢寄了30万美金给那个佛光山。哇，不得了！30万美金很多，美金那时候还得了吗？对啊，那时候快40万了。不，sorry，40块换1块的时候，1比40，在4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40.8，我记得我换过这样的一个钱呐。所以呢，他真的是乐善好施，可是他自己非常的淳朴，他没有说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讲，他的房间呢跟我们现在的录音间一样，只有3个榻榻米大，3个榻榻米真的是不大。那么呢，这一点呢，真叫人家呢非常的感动的。有一年，他呢跟我妈呢同坐飞机从台湾飞到美国，因为我妈去看我孩子，就看他的孙子了啊。新固法师那是要回到那个美国的曾经市，那么长途的旅行，因为大概要飞个10几个钟头了。一下来的时候呢，我妈呢就说：“哇，好累啊，手脚都酸了。”那时候他就问那个新固法师说：“啊，你也生呗？你会不会呢觉得呢手酸了？”新固法师不会啊。我妈就很惊讶，她说：“你怎么样？为什么你不会感到很累？那么不会手脚呢、腰呢感呢都很深呢，都很酸呢？”他说呢：“我啊，人家拿咖啡来我就喝，拿那个什么餐点来我就吃，对不对？那么呢，没得吃的时候，没得喝的时候我就睡觉。那这样呢，吃过2餐，喝过2杯咖啡，人家说洛杉矶到啦，我就跟着大家呢，下飞机，对不对？我觉得很快就到了，所以我笑着跟我妈讲说：哎呦，新固法师的道行啊、道行啊，比呢你。”那时候我妈也出家了，她的法号叫传华，就是她后来在那个弘法寺开正法师这边出家的。所以呢，她这一点呢，怎么样都是茶来喝茶，咖啡就喝咖啡，那么饭来就吃饭，没有的我就小睡，睡完觉又就到了。这一点呢，不记挂，不牵挂，所以呢，时间呢10几个钟头，如同几分钟一样就到了。这有功力的，这有修行的。好。咦，老师知道那个新固法师他美国成亲是怎么过去的吗？就是怎么去美国的吗？还是就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在想，新固法师他也很想把佛法能够传到西方去。新固法师呢，有人讲说，你也没有学问，你去那边你也不会讲英文，你怎么去美国弘法？我告诉大家，美国的我去的那是观音法会了他的邻居10几个阿多嘎美国人呐，都来参加法会，那么也一起跟着大家这边吃饭，怎么样子的？我就问那个新固法师说：“哎呦，你是怎么样去度这些美国人呢？你什么时候把英文学得那么好？”他说：“我一句话都不会，我只会讲 Thank you，Thank。”他说 Thank you， 我只会讲这个了，其他我都不会。他靠什么是度美国人呢？笑他慈悲的笑容，他坦荡的那种心胸，所以呢，那些美国人自然而然喜欢来当他的徒弟，多呢，法会他们都会自然的参加。我现在英文也不太灵光了，但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谈起来，他们对于师父是赞不绝口的。原来如此。
那林老师的妈妈跟新姑法师还有什么小故事吗？其实渊源非常深，因为他们两个还没有出家以前就很熟，就认识了。对，邻居嘛。所以我妈呢，那时候我爸爸在我17岁的时候就过往了。那我妈发的愿就是说，我这个小妹在美国，这个小妹如果她结婚了，她就要出家了。那么呢，新姑法师他得知我妈想要出家的时候，就把我妈说呢，来我这边出家。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大概他们的结伴呢，都是50、60岁的人，大概有10个，就想去他那边出家。那么呢，本来都是一切好好的，到最后为什么呢？催了，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办完呢？因为我妈他们这一群人都是算是老一辈的，他们认为说要去菜等佛寺啊，菜堂就是佛寺，台湾话叫菜等啊。就是佛寺。去菜等假财，就要呢拿一笔钱去奉献给佛寺。等于是说呢，终身的饭钱要一次缴光。新姑法师呢不愿意收他们的钱，他说：“你们这一群人从年轻到现在60岁，都在佛门里面做义工，都在佛门里面奉献。我们澄清寺张开双臂来欢迎你们。”但是我妈他们坚持一定要付，可是新姑法师坚持不收。一个人60万，10个人是600万，那时候算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了，谁不动心呢？新姑法师他一毛真的一丝不苟啊，那么坚持不下。我妈在前面住了快半年了，到最后开正法师来解围。他说：“这样子啦，你不愿意呢收徒弟，因为他们要付钱。那么你们来我这儿，我收1万。开正法师就是我收1万，对不对？你们都来，这样子，这是一种智慧的权巧方便。”如果现在问我，我妈在弘法寺出家比较好，还是澄清寺？还是澄清湖？我认为在澄清湖出家比较好。澄清湖、澄清寺、澄清寺。为什么呢？你知道新姑法师非常的慈悲，他跟开正法师一样的慈悲。澄清寺你一进他的大门，右手边就有一排的房子，干嘛？给佛寺里面那些老人，比如坐轮椅的、行动不便的、70多岁、80、90岁的老人居住的，有人给他们送饭菜，有人给他们推轮椅。哇，这个就是照顾老有所终啊。现在你像放眼我们现在的佛寺，除了少数的道场以外，竟然呢说呢，这年老了。你在这个佛寺里面出家，对不对？你年老了，他们希望家属把师父们带回去，这点我觉得呢不符合人性，而且也不符合道理。家属们希望把师父带回去，就希望说年纪大了，因为你年纪大了，在佛寺里面，佛寺要请外劳给你看顾的话，要花钱。所以这一点呢，当然了，这一笔花费了，不是每一个佛寺能够担当得起的。但是我在想呢，每一个佛寺，我今天这样讲，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师父了他们收徒弟的时候，就要想到说，这个徒弟我一定要照顾到他年老，给他安全安心的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讲得惭愧了，我今生也没有出家，我还不该说这些话。但是我希望以后如果生命有来生，我也能够追随佛陀出家了，我也收徒弟了。我呢，给我自己的一种呢提醒，就是我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徒弟，让他们能够安心的来办道，来修行了。哇，很宏大的志愿，而且不容易啊。这个比较严肃一点。对啊。可是对于佛门以后当人家师父的人，可能有一种我们给他苦心的一种提醒，可能对以后想要出家的这些年轻的后生小子，可能对他们来讲
是一件大大的利多。对啊。那听说新固法师跟忏公也颇有渊源是吗？是因为新固法师他是很重视实际修行的人，而忏公呢，他是以念佛闻名的。他自己，我们有唱功那个段啊，有那集唱功呢，真的他呢，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当代的高僧了所以新固法师呢，他呢，对于星云法师他的皈依师父，当然是呢非常的尊敬了。对于唱功，他也不遑多让，所以他有多次的把澄清寺提供出来，作为唱功的弘法的场地。唱功呢，在南部成立了一个叫南区大专佛讲，叫南区大专院校里面佛学社的佛学讲座。我呢有多次，前后总有7、8次吧，应邀到澄清寺去上课。我记忆最深的，唱功他的戒律很严，对不对？所以义主有时候带学生去，那么呢，我们坐在那，义主坐在旁边，唱功就会说：“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义主是我太太。他说：“这位女菩萨，你不能坐在林老师的旁边。那就是你一定要呢，不能坐在那边你只能暂时先站着。”为什么？是学生的关系吗？不是，因为坐椅子上有男生坐，男女不能同坐有这个规定哦。我们在那段视频唱功的就讲到，下午4点半以后，就是所有的女施主都全部要下山他真的是完全做，他不是装模作样的他也是我的皈依师父了。是他每一次我去的时候，我记得去上课了有一年我记得非常的深，我的演讲题目叫做快乐来学佛，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喜欢讲的，快乐自在来学佛了。而我前面的那个讲师呢，就郭慧珍，他是这个等于算是妇产科的医生呢，他自己后来得了癌症了。他呢是专门在照顾那些癌症病人的，所以他就放了很多的录影带，然后给学生看，讲到人生的苦痛、病痛那种苦，癌症病人的那种呢，非常的可怜。我去的时候看到怎么学生们个个都红肿的脸，眼睛都曾经哭过了，因为呢那些癌症病人值得我们同情，对不对？那我呢去的时候我照讲了，我讲的快乐自在来学佛，从我开始讲到最后结束都是笑声不断的。等到下完课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有学生咱们叫说林老师唱功找你咯，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我去的时候，唱功笑着跟我讲说：“世民我们学佛不能常常笑嘻嘻的、笑哈哈的，有一点失庄严。”我说是师父说的是这样子。就是那一段呢，我们可能在别的视频也提过，这边在听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呢，可以知道说，其实学佛可以庄严，对不对？学佛也可以轻松，对不对？我们学佛人可以为众生掉眼泪，可是学佛人也可以为自己笑口常开，因为你笑口常开，就容易接引很多人亲近佛法，来接近佛法。为什么？他们知道学佛会带给人家快乐。那个新固法师跟忏公的渊源就是在澄清寺办佛学讲座吗？还有应该是这样子，就这样。对，那么因为新固法师他也属于算是净土宗是他也很喜欢念佛的念佛的功力呢，唱功呢那是没有话说的那么呢，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也希望说我回台湾的澄清寺他们那边呢每年的暑假也都为那个国中生或是小学生大学生举办很多的夏令营，他也希望说我回来跟他帮忙。那我呢不敢违抗他的命令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都有主动呢到澄清寺来报道来这边呢不敢说帮忙啦，因为我本来就爱讲话啦，所以也来这边呢上了好几堂课这样子。好。新固法师呢，他当选第1届不是讲过吗？高雄市的摩尔母亲表示他有很多小孩都有成就，那么有的呢
在巴西，有的在阿根廷，有的呢在美国，在日本。那我有一次就非常的怀疑，好奇啦，不是怀疑。我说：“哎呦，新固法师，那你这样不会一年到头呢？好忙，而且你的心呢，一定呢都好多好多的牵挂。”他说：“怎么了？”我说：“你在阿根廷，你可能会想日本的，想美国的，想对不对？那你在日本就想美国的，想阿根廷的。”想巴西的，他说我不会，我去到一个地方，就等于我看了所有的孩子了。哪个地方？譬如说我到巴西，我心里面就认为说，我已经来看了孩子了，我已经了却我这个心愿。我去日本，我也是呢，我来看小孩了。我不会说我来日本，哎呦，我巴西没有去，那么我呢阿根廷没有去，没有。这一点呢，我想起了佛教里面有一即一切，看一个小孩那种母爱的表现，那种母亲虽然出家了，新固法师，他对于孩子的思念那种呢关怀没有变。他看一个小孩那种呢亲情的流露，等于看了所有的小孩一样呢。所以这一点呢，让我也觉得呢，真的是新固法师呢，真的是不容易。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新固法师他过世了。对，他过世的时候，他在美国过世了，后来回来台湾就有一个告别式，我也特别去参加。我老实讲起来，佛门中呢有很多有杰出的比丘尼，那么呢这个新固法师其实在佛教里面的贡献并没有比别的比丘尼少，他的慈悲，对不对？他的奉献，他完全没有私心的。他呢心目中有佛教，并没有说为自己私人的利益了这边争取。这点新法师呢都觉得他是呢非常的难得的了。在我来讲呢，在他的告别的事上呢，我瞻仰他的仪容呢，我是觉得非常的不舍。新固法师呢对我非常好，真的，在我那时候呢口袋空空的时候，他呢有时候会给我呢300块美金，真的。那么呢又买了很多的礼物送给我。在我那个时候非常贫困的时候，那么这种雪中送炭的道情法爱可以这样讲呢。他不是我的皈依师父，但是我怀念他，我永远的尊敬他。好，那我们这集的新固法师就录到这里哦。是，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再见，新固法师，我们西方见。好，拜拜，拜拜。身佛净土，万缘放下，心无贪恋，欢喜跟随诸上善。